这里面怎么了？账房走水了，快救火！去年扬州大水，后有甘南旱灾，朝廷欲拨赈灾银却不足，说国库因前朝连年战事落下了亏空，为了不增田税，今年这军饷，朕才着人从盐税调去。这下倒好，要查账了，堂堂户部账房竟然着火了！陛下，度量妄占其位，胆大包天，竟敢贪没军饷。他这刚刚咽气，账房就起了大火，背后还不知道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请陛下彻查。这年年最易起火的，一个是库房，一个是账房。此事需严查户部一干人等，朕倒要看看，是谁在这背后肆意妄为？是不是哪天连朕的寝宫也都要烧了？户部尚书这个位置，得换个人做了。万成，陛下，一会儿让显儿拟旨，将那张显朗革职查办。是。如此，尚书之位便空缺。陛下此次召臣等前来，可是想议新尚书人选？海清，陛下，你是吏部尚书，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江州刺史薛仲山为官清廉，治下江州更是3年纳税居首，臣举荐他任户部尚书一职。李老，你呢？海公所说的薛仲山是有些本事，但要说清廉，怕不见得。
据我所知，他自己已养了5房外室了。纳税虽然举手，但今年江州的流民反倒比去年更多了。李老，要说流民，何处没有啊？薛仲山的才干那是当之无愧。只论才干，不论德行，这怕不是海公的处世之道吧？户部尚书一职，事关天下钱粮，需德才兼备。朕绝不容忍再有度量这样的烂吏赃官兴风作浪。海清问何处没有流民，朕告诉你，幽州就没有。幽州刺史被那里的百姓称作是祭青天，此人乃骨梗之臣。朕召他进京，就由他领户部尚书一职吧。人无完人，薛仲山既然做出了功绩，也不能不赏。就提他做户部侍郎吧。陛下英明。想出是谁指使陈辉暗杀度量，害你入狱了吗？会不会是李氏？毕竟李氏最怕度量供出跟他们有牵扯的人。或许是协助我们布局的海宜平。他？为什么是他？陈辉若是李氏的案子，的确会急于除掉度量，可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，李氏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而海宜平，我见过他妹妹画的一幅画，画中女子手臂上有什么？和采莲一样的七叶昙花烙印。可海燕这些年都闭门不出，他不大可能见过当年的受害者。那他画中的女子又是谁？所以目前只是怀疑，毕竟御史案牵扯甚广，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但也不能冤枉了好人。不论如何，用这么残忍的手段给女子留下烙印的人，已经离我们很近了。这件事要告诉采莲吗？采莲性子直啊，在没有确认这个凶犯到底是谁之前，先瞒着他，免得他冲动行事。我之前就问过你手抖的毛病是怎么回事，你跟我说是没睡好，多休息休息就行了。我看呀，根本就没有好。我可听你说过，若是人有心急，时间久了身体也会出现病症。你不会也有心急了吧？怎么会？我可是心仪，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话呀？你呀，总是喜欢剑走偏锋，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是在折磨你自己。你会这么想，其实是因为我喜欢这样活着，我喜欢冒险。若是敌人一想到我就感到害怕，那才有意思呢，不是吗？这个想法我只告诉你了，你不会觉得我有毛病吧？你呀，现在度量已经死了，这些年朝局动荡，度量当年接触过哪些官员，我们现在根本查不到。从人身上查不出，那就从物件上查。什么物件？大案结案后，卷宗都会封存在案牍库，或许我们能从里面找到些被人忽略的细节。之前没有机会，现在不是有了吗？袁绍成升任大理寺少卿，有权调阅卷宗。你从何时开始就在打卷宗的主意了？这不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呢吗？哦，可袁绍成这种以利为先的人，无利可图又危险的事，
他会答应。你们都知道我出身盲沟，人人都管我叫老鼠，但我从来不避讳这个，因为老鼠的生命顽强，杀不完，灭不尽。正因这样，我今日才得以站在这里。记得刚来大理寺的时候，你们中有许多人瞧不上我，甚至还跟我动过手，是吧，二虎？但如今，我们已经是站在一起的兄弟。我不管你们是否相信“公正”二字，但是我要你们记住，那些视人命为草芥的人，无论受袁绍成，还是这大理寺，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这世上多留一天。是，所有人随我出发。爷，你养的这个壮汉真是好凶啊！哎，这建明那条命还值不上一头牛呢，只不过在我手里啊，总算有点用处。好，起来，起来！快快走！这龙门场应该没有大理寺要查的案子吧？你跑这耍什么威风来了？听清楚了，大理寺即日起要查封龙门场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开。我说姓袁的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，仗着自己刚升官就敢跑到龙门场，来给这些老鼠出头吗？大理寺已查明，齐君山暗中勾结度量，他贪赃枉法，其名下赌坊，包括这龙门场，皆由大理寺查封。我看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龙门场能跟齐君山那些其他的赌坊相比吗？在谁名下根本不重要，此地乃是文帝时御批所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查封？我依的是国法，是大封律令。你这人放肆！你知道李郎的父亲是谁吗？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今日就是皇亲国戚来了，他也得按照大封律法办事。这律法中可曾写道，贱民必须以互相厮杀的方式才能获取脱籍的机会？又可曾写道，这龙门场不能被查封？把所有人请出龙门场。是。且慢。袁绍卿说的对，律法上确无条文，但这龙门场乃是文帝所建，想要查封，按章程也得先请示当今圣上，否则贴上了封条，你可就要连累大理寺担上大不敬之罪。更何况，哪怕请示了圣上，圣上允了，此地要封要拆，随他去便是，自有人另寻他处，建新的龙门场。崔侍郎所言甚是，我跟一个莽夫置什么气呢？正好我觉得此地偏远，明儿个我就重新选址，建一个更威风、更气派的场子。我们走。走走。陛下，袁绍卿求见。袁绍卿，你刚官升良品，朕就收到好几本参你的折子，说你目无礼法，屡次派人侵扰文帝御批所建的龙门场，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臣今日前来，正为此事。臣斗胆包下了明日的龙门场，请陛下前往一睹龙门赛。袁绍卿慎言，那龙门场地处偏远，周边不少阿杂贱民，浊气连天。陛下龙体尊贵，岂能去那种地方？范内侍此言差矣。正因陛下乃九五之尊，有仙气护体，所有的浊气遇到陛下，都会退避三舍。
你为何坚持让朕去看龙门赛？因为每举办一次龙门赛，都会有人或残或死。哼，袁绍卿，这话严重了。我虽从未去过龙门场，也知晓那龙门赛不过是让贱民点到为止的较量，也就摔摔跤、比比气力、磕破点皮。范内侍既从未去过，又何出此言呢？这，陛下，龙门场乃文帝所建，现如今却沦为草菅人命之所，这着实有辱文帝圣明。是真是假？陛下明日前去一看便知。臣若是有半句虚言，陛下可治臣欺君之罪。阿爷，那袁绍成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，整日就是揪着龙门场不放，耍官威，耍给谁看呢？你叔祖传来消息，圣上明日要亲临龙门场。什么？好他个袁绍成啊！这是暗地里要跟所有世家对着干。昭儿，做人要慎言，这跟世家有何关系？我让你给穷人发放粮食，积德为善，你倒好，丢下周鹏，老往龙门场跑。顶着大太阳在周棚坐一天，儿子坐不住。你这心性一点都不像我，浮躁。今日你给我安分点，不要再像上次一样给我闹出人命来。过2日随我参加酬明宴。报，郎主，有人捎了封信给你。下去。阿爷，您就别惦记什么周鹏、什么酬明宴的，穷人的命又不值钱。那官员转授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能让儿子沾手一二啊？我让你打理部行的事，你打理明白了吗？你要记住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，才能走得更长远。我知道了，阿爷，放心吧，我肯定会青出于蓝的。不好了，郎主，郎主，小主子从台阶上跃下去，不小心磕伤了爪子。这混犊子！你弄伤他爪子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来人！昭儿，先抱他去看伤。郎主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昭儿说的是气话，但是我对你们下人都是悉心栽培，罚你是为了让你长记性，不再犯错，对不对？郎主说的是小人的福。哎，既然是福，就快快享用吧。继续拉。我有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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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福。袁绍卿可真厉害，居然能让圣上来看龙门赛，这可是亘古未有啊！圣上要是看高兴了，没准不仅能让上场的人脱离剑疾，还会给大家赏赐呢。哦，大家伙还是得当心，明日的龙门赛绝不能有任何的差池。明白，明白。怎么了？我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些年，见过了太多的阴险手段。那些士卒不想让龙门场被查封，如今这事情却办得如此顺利，我这心里反而不安。为了龙门场，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别绷得那么紧。过了明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子时3更，平安无事。怎么回事？
子时三更，平安无事。我的妈呀！鬼呀！鬼呀！有鬼！救命啊！鬼呀！什么人？鬼！我是更夫。站住！别动！有鬼！有鬼！真的有鬼啊！跟我来！哪里有什么鬼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庄家，有鬼！时移必有妖，吾等乃天子护卫，不能退，给我撤！怕什么？装神弄鬼！来呀！哟，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我听了件趣事，外面都说延庆坊闹鬼了。柳条巷的宅子里，一夜之间就挂满了骷髅头。你说这是谁在搞鬼呢？好事，大好事啊！我猜你就会对这事儿感兴趣。你可真是越来越贴心了。这个热闹，我得去凑凑。哎，你们看，这白骨流血了，延庆坊肯定是受到邪物诅咒了。这诅咒？哎，这骷髅头是从地底钻出来的吧？晚上出门是要被厉鬼缠身的，真吓人呐！有点钱，赶紧搬走，这地方真是太邪门了。萨里斯办案，闲杂人等退避，如有违者，视为嫌犯帮凶。统统带走！给我查！我倒是要看看，谁敢在这延庆坊装神弄鬼，祸乱人心，我绝不轻饶！是。查到了有什么用啊？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我可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是来跟袁绍卿做笔生意。哼，向来都是我去找别人聊生意，还从未有人敢主动找上我来聊生意的。近日原本袁绍卿要请圣上来看龙门赛，所以延庆坊就闹了鬼。这鬼一闹，圣上自然就不会来了。谁不想圣上来啊？断头鬼现世，延庆坊苦煞不详。这话今日一早便传入了宫中，那帮老顽固们倒是齐心的很呐，一起向圣上禀奏，说是为了圣上安全，圣上绝不能轻易涉足延庆坊。这事儿啊，根本就不用查，因为维护龙门场的不是一人，而是整个氏族。他们可真阴毒。阴毒吗？还好吧。那是啊，比起阴毒，谁也毒不过叶信使。说吧，找我是想跟我聊什么生意啊？我有办法，请圣上再来看龙门赛，但有条件。你必须带我进暗毒库，看御史案卷宗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愿意也正常。
毕竟，要是让人知道你调阅御史案卷宗，恐怕……这么件小事，你却拿来做交易，行啊。不过按规矩，暗毒库我入得，可你叶心使入不得。你这是答应了？这么爽快可不像你啊！豺狼做久了，偶尔也有点正义感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，我先撤了。这儿你自己好好想办法。正义感没了。唉，我就说了吧，果然啊，还是得做交易。你胆子也够大的，你坐在这太师椅上，你怎么就知道曾经在这坐的不是上面挂着的这些人？因为我见过比这更可怕的场面。既然他们把台子搭好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的给他们唱出戏。周郎将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又有点怪怪的。怕什么？走。什么东西？快看，又有异象！装神弄鬼，一天到晚有完没完了？我们怎么办？吾等乃天子护卫，给我追！是。周郎将，怎么又是这儿啊？咱们非进不可吗？要不然就当没看见算了。废什么话！所有人听令，包围此宅。你们俩在外面守着，其余人跟我进去。装神弄鬼，出来啊！慢着！陛下保住了臣的脑袋，臣特来谢恩。君祥安，你办得不错，身体可好些了？本还有些不爽利，但昨晚做了个梦，醒来后竟然不怎么疼了。什么梦啊？说说看。臣梦到一只通体雪白的鹦鹉，飞到了臣所在的延庆坊，然后变成了一个脑袋光光的小金人儿。朕倒是养过一只能背佛经的白鹦鹉，你这梦做得巧啊！周郎将拜见圣上，呈报祥瑞。昨日呈报不祥，今日又呈报祥瑞，怎么回事？臣该死，臣也不知该如何解释。竟无畏追着一个小金人到了延庆坊那处闹鬼的宅子，竟挖出了此祥瑞。既呈报祥瑞，朕重重有赏，退下吧。谢主隆恩。你呀你，这龙门场，看来朕非去不可了。去，即刻寻一套常服来，记住，若泄露出去，朕拿你试问。是。
哎，等等，两位提眼生啊，第一次来吧？请问是哪门哪市的人呢？这位是圣爷，圣都新贵，住的宅子都是7金的。哟，7金的宅子，圣都也没几座吧？没有人告诉你们，初次看龙门赛得交入场钱吗？没带，钱财都是下人带的，我们身上怎么会有？想要啊，去梅相府上讨吧。你。欢迎诸位贵客来龙门场观赛。龙门场乃跃龙门之地，今天的2位好汉皆是精挑细选的好手，必定能让诸位一饱眼福。请2位好汉入场。今天这2个盲沟贱民，家中皆有儿女，诸位猜猜，他们谁能赢啊？既然你们已经签了生死文书，老规矩，进阶自愿，生死自负，胜者及其子女可脱离贱籍，得分田地。比试开始！真没事。今日的龙门赛真是越发无趣了。沛公，我看咱俩还不如去万国香听曲儿呢。嘘，在此处你我就不要直呼其名了。嗨，莫吧！既然闹了鬼，宫里的那位绝不可能踏足这里半步。这倒是。这帮老家伙，就算光看后脑勺，都能认出来。停！停！诸位，此物乃铁拳环，和往日的赤手空拳相斗不同，这2个贱民带上了它，就能拳拳见血，招招致命啊！这回有看头了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！带上。2位请下注。请下注。我压红的，我也压红的。 2位请下注。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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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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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起来呀！起来！起来！继续！起来呀！起来呀！起来！起来！这回要输了！继续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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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管事，这袁绍成干什么呢？此前都是赤手空拳，为什么又坏了规矩？袁绍卿，这龙门场上哪来的什么规矩？
贵人们花钱寻开心，我就得尽本分让他们开心，这就是唯一的规矩。快叫停比赛！不管。快打呀！你应该再放点肥肉进去切呀。这肉馅儿啊，最好是精中有肥，瘦多就干，肥多就腻。2两瘦1两肥，那才是肉馅中的极品。还有啊，早跟你说了，你这肉摊不能只卖肉，还得卖菜，要荤素搭配。你这不卖菜，我还得走整整167步才能走到菜摊儿。对。你去跟姑娘直接表明心意，她若是愿嫁，这门婚事日后我做主了。那好，慢走，下次再来。收摊了，不卖了。我今天不买肉。不买肉，你来我这干嘛？这什么表情？我紧张。紧张？是不是有人找你麻烦？我紧张，是因为我遇到了新遗址。新遗址？在哪儿啊？谁啊？你。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怕你觉得我唐突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与别人不一样，所以经常到你这买肉。我有好多想要说的，这一说……那你就先别说。这样，今夜戌时，青龙桥上，不管你是愿意还是拒绝，我都一直在那等你。白纸之事，以粗细之烟焚，你堂堂上书，竟然不能除掉叶平安？你要留着他，坏了我的大局吗？您请息怒，叶平安已经是阎王簿上被勾了名字的人，他进鬼门关之前还可一用。何意？圣上本就有提拔寒门之意，李牧原和我争夺户部尚书的人选，就是宁肯让圣上为了制衡而提拔寒门，也不愿意让我们的人得到尚书之位。季青天的名号可谓如雷贯耳。天龙年间，他曾任大理寺丞，断案如神，1年之内判决涉17000人的积案无一冤诉。有他在，我们想用薛仲山把持延税的这步棋，就算是废了。您所言甚是，不过换个层面考虑，这圣都关盐商销的路子，到底在谁手里握着？我们只要能断了李氏这条财路，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斗了。所以此前我故意让叶平安看到7页谈话图，也是有这番考量。他既然是把好用的刀，就莫要浪费了。用人需看准啊！度量当年也是你提拔进京的，可是转身就投靠了李氏。您大可放心，您只要坐山观虎斗，待到收网之际，还怕找不到让叶平安毙命的机会吗？这花灯又多又好看，都没有你做的好看，就喜欢你做的。卖花灯喽！走，卖花灯喽！
成灰，碾落成泥，如烟旧梦不可及。渐远的呼吸，堆叠成疏离，思念成片绵为体恤，纷愁乱絮不成句。回眸间已无前尘可语，遗憾恍惚中理不清，数不明言不尽，埋入岁月里不敢轻易提起。一杯冷月灼灰，一纸斑驳情泪，憧憬仓促间落笔成诗与愿违。故园题爱生辉，素叶辗转不成美，只能这一丝回忆的残念告慰于岁。一杯冷月灼灰，一纸